我和死对头结婚后，依然保持着每天互对的习惯。他给我发美食照片，我回复排泄物打码，谢谢。我给他发美颜自拍，他回复刚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看了一眼吐出来舒服多了。网友大呼你俩亲一下都能把对方嘴堵死。直到在综艺上，他翻出了我写满暗恋的日记，我找到了他收集的所有我的照片，每一张背后都写着情话。我和他面面相觑，你喜欢我干嘛？不早说。那你呢？你不也没说？如果说我从小到大最讨厌的人是谁，毫无疑问是秦毅。我们两家是对门，双方父母关系好，几乎把我和秦毅当亲生孩子养。秦毅仗着比我大1岁，小时候总对我吆三喝四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我高兴地跑去找他，他上来就把我撂倒，接着狠狠打我屁股。虽然隔着衣服也没多疼，可对于一个要面子的小女孩来说，天都塌了。从此我就暗暗发誓，这辈子一定要努力把秦毅踩在脚下。只可惜秦毅不愧是别人家的孩子，不仅学习优秀，还一路顺畅进了娱乐圈。出道3年就成为炙手可热的影帝。我也在一次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，凭借外貌和实力以第1名出道。正当我以为星途一片光明时，我和秦毅一起回家的照片被狗仔拍到网上，引起轩然大波。同时又被扒出我们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同一所学校，这是青梅竹马照进现实了吗？某花瓶别来送我们哥哥，哥哥说过自己有喜欢的人，并且为了他才进娱乐圈，想蹭热度也得看看对方是谁吧。我姐人美实力强，你家哥哥没品就走远点，少来沾边。谁都知道秦毅喜欢的是沈珊吧，这不是插足别人感情吗？沈珊是秦毅同公司的小花，被称为娱乐圈纯白茉莉。秦毅第1部古装剧就是和他合作，虽然秦毅是男二，却因戏份吸睛，对女主的深情让无数观众意难平，直接一炮而红，也衍生了大批 CP 粉。自出道以来，树立的是勤奋温柔的小白花人设，一山不容2朵白花，于是我们不断被拿来比对拉踩，粉丝之间的撕扯大战来回300回合，互相见到都要跨火盆。这次牵扯上秦毅和沈珊的粉丝，战斗力全开，无数的谩骂与恶意向我涌来。虽然我对秦毅比较硬气，但对外我只是个软柿子，你惹到我，我不会报复，只会让你一直等着，却得不到任何回应。公司也乐得不做声明，仅吸到流量，还和影帝攀上关系，我气得牙根痒痒。于是，在夜晚的江边，一个人坐着喝酒。喝之前拍了张照片发给秦毅，配文美女深夜买醉，对面秒回好丑，懒得喷。喝了会儿酒，一道身影借着夜色靠近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是秦毅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问他，他拿下我手里的酒瓶，冷冷道：路过看你比较影响市容市貌，不太顺眼。他站得比我高2个台阶，气势由上往下压来，我不甘示弱，往上走了一步。没品的东西看不出来，我是大美女吗？正说着，脚下一个趔趄没站稳，向后倒去。秦毅眼疾手快地拉住我，惯性之下，我直接扑进他怀里。别喝了，等会儿我可抱不动你。秦毅冷冷推开我，我反唇相讥，就你这细狗，抱我还不如抱排骨。就在我们拌嘴时，一通电话急匆匆打过来，经纪人张姐焦急地问：婉梦，你现在和秦毅在一起吗？与此同时，秦毅的手机也响了起来，快看微博，你上热搜了。热搜标题后面自然跟着显眼的爆字：台秦100晚梦恋情要台秦毅，100晚梦深夜优惠长梦，梦寐以求 CP 感参请。一张秦毅抱住我的照片被放了出来，正是刚刚他接我那一下。别说，黑色笼罩的夜晚，江边的晚风吹起我的发梢，正好搭在秦毅肩上，画面的情愫格外动人。张姐急道：无论如何，你现在赶紧过来，我们正在准备解决方案。我应了声，正要挂断电话，秦毅突然拿走了我的手机，或许有个更好的解决办法。秦毅的解决方法简单粗暴，结婚。听到他的提议，我愣了下。你确定？秦毅挑眉看我，你怕了？在谁面前丢人都可以，唯独对秦毅，就算只有10分自信，我也要表现出12分的斗志。我微笑道：不，我是担心你不行。就这样，我们俩谁也不服谁。第二天早上，顶着2对黑眼圈，第一个登记了结婚。网络顿时岔开了锅，有 CP 粉痛心疾首的，有伪粉破防攻击的，少数网友弱弱的说他俩看着好像有点甜。不过这样的评论很快被淹没，大多数还是沈珊的粉丝在骂我自不量力，想借着影帝上位是个心机深重的坏女人。看到这种评论，秦毅在旁边有些担忧，你没事吧？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终于有人懂我了。我不仅拜金，我还虚荣，等我红得发紫了，第一个忘本，我要把你狠狠踹了，然后再点10几个男模。秦毅嘴角勾起一丝不屑，我看你是脑子不清醒中毒了，不会有那一天的。2年过去，没想到让秦毅的乌鸦嘴说中了。这2年，我总共被提名3次最佳女主角，却每一次都失之交臂。同时，媒体舆论一边倒，基本都在说沈珊和秦毅更配，我是舔着脸赖在秦毅身边不走之类的。对此，我只想说，没人欣赏我也没关系，你们看不到我的优点也正常，毕竟审美不同，人类也有多样性。永别了没品的东西们。不过话说回来，2年过去了，是不是该解决掉这段婚姻关系了？我思忖几天，最终决定跟秦毅说明一下，毕竟当时只是为了堵住舆论风口。这2年我们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婚姻关系，不如就此打住，各自发展。秦毅听了，表情淡淡的，可以，我都行。看到他这副表情，本该高兴的我就有点失落，心里酸酸的。那我提前恭喜你和沈小姐了。秦毅一头雾水，恭喜什么？我尽量表现出大度，你俩不是关系挺好的吗？网友现在可看好你们了，都在讨论我什么时候下场，然后你俩好风速风飞。秦毅听完像是被气笑了，白晚梦，你装什么大度？我一下子像被点燃的炸药桶。是啊，我是装大度，那又怎样？平心而论，我做不到真心祝愿你和沈珊百年好合。尤其是沈珊，今年我和她同时被提名最佳女主角，我为此磨了1年作品，却被她的一部无厘头喜剧片打败。她的粉丝借此更是铺天盖地的黑我，买了不知道多少通稿拉踩。我只能说，惹到我，你就相当于惹了0个人。公司对我不薄，合适的资源也会给我，况且我没能带回什么奖，黑子的热度也是热度，不要白不要。当我把决定告诉经纪人张姐，她有点惊讶，这么快？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也不快2年了，我们俩本来就没感情，这种结果是可以预料的。张姐思考几秒问道，那给你个综艺，你上不上？
综艺的名字叫《更好的未来》，是一档离婚综艺，每一季邀请几对要离婚的夫妻，通过旅行、做任务、交心谈话等，勾起夫妻美好回忆，敞开心扉，选择更好的未来。不过，这个综艺能多年经久不衰的原因很简单粗暴，全程直播，不知道揭露了多少对鸡飞狗跳的夫妻。这种事还是要问一下秦艺的，没想到这次他很痛快的答应了。虽然知道不应该，但我的内心怅然若失，没有触动是不可能的。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其实我喜欢秦艺，喜欢到几乎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。也好，这次就当好好道别吧。直播开拍当天，总共来了3对夫妻，还有一些观察嘉宾在演播厅。不巧，沈珊是观察嘉宾之一。相聚地点是海边沙滩，我身穿一条酒红色挂脖长裙，戴着墨镜，张扬肆意。秦艺走到我身边，顺手接过我的行李箱。他白色衬衫搭配牛仔裤，颇有青春男大的气势感。弹幕开始滚动，终于要离婚了。死绿茶，赶紧把秦艺还给我们。珊珊，秦影帝性格真好爱，还帮忙拿行李。白婉梦真心机，秦艺肯定是被强迫的。不过弱弱的说一句，白婉梦好漂亮，像一朵绽放的玫瑰。弹幕刷刷滚动，包括我们的实况直播，在演播厅内放映着。沈珊看着弹幕，内心得意，表面却温柔善解人意。希望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不要人身攻击，节目才刚刚开始。首先和我们打招呼的是一对50来岁的中年夫妇，妻子叫王小芝，丈夫叫徐志，看上去都是高知识分子，说话儒雅有礼。最后到达的是一对30岁的夫妻，男人叫陈文群，女人叫蓝真真，两人走路相隔足有2米远，谁都没有开口说话。导演大声喊：“人到齐了！”按照规定，大家把手机交上来，然后我们分配任务，乖乖上交手机后，紧接着我和秦艺拿到任务卡，请本组嘉宾拾取足够的树枝，用于今晚篝火晚会。那对50来岁夫妇的任务是为今晚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，蓝真真一组则是打扫木屋，准备入住。沙滩8公里外有片树林，导演组给出了一份纸质地图，便不再提供其他帮助。王小芝有些担心地问：“会不会太远了？小梦你能撑住吗？”我笑笑，没事的，虽然我看着瘦，但是该有的锻炼一点没落下。说来这也是因为秦艺小时候我总是感冒咳嗽，小病不断，于是上学时秦艺每天都拉着我早上晨跑。早上的空气清新，少年的头发随着晨曦飘扬，笑眼弯弯的拉着我，记得跟上我。我以为秦艺或许对我也是有感觉的，至少在他心里我是有分量的。要不是后来秦艺天天凶我，我差点就信了。白婉梦，你是蠢货吗？跟我跟得这么紧？白婉梦，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？白婉梦，你离我远点，别靠近我，晃得我心烦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以我记仇的性格，自然是投桃报李。秦艺问我今天想喝什么，他请客我不屑冷笑，哼哼，谁知道这钱怎么来的？秦艺发刚洗过澡，留着水珠的腹肌照，配文：哎呀，怎么不小心手滑发出来了？我一边舔屏一边打字，妈呀，小哥哥都 P 成双开门了，求私信教程。哈，不得不说，秦艺能和我玩到一起，也是天赋异禀。于是很快进行了反击，发了张星巴克咖啡的照片。今天喝这个，别到土哈！蜜雪冰城女孩退退退。没过几天又发出来住酒店的视频，哥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充满高级感的哈。我看着他的房间号磨了磨后槽眼，就是拿着 OPPO 啊，可劲拍，实际上没人在意哈，等会小心内存满了炸死你。很奇怪，虽然聊天这么刻薄，但每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的心跳还是会多跳几拍。我想这辈子这样喜欢一个人也算是值了。走进树林，脚印踩在枯枝上，嘎吱嘎吱作响。突然一个滑坡，我没踩稳，抓住秦艺的胳膊，接着不受控制跌进他怀中。我都能想到此刻弹幕的骂声多么排山倒海，于是赶紧重新站好，不好意思地说抱歉，刚刚不小心。旁边的秦艺还维持着抱我的姿势，用一种难以言说的眼神看着我。我读懂了他眼中的情绪，装啥呢？我不动声色地白了他一眼，哼，我还得维持好自己彬彬有礼、惹人怜爱的小白花形象呢。此刻弹幕果然如我所料，绿茶离秦艺远一点，沈珊宝宝不哭，都是死绿茶自己贴上去的。秦影帝一看就不乐意，肯定觉得晦气。捡树枝并不难，我们俩将收拾出来的能烧火的干树枝堆成一垛，整个过程零交流。不一会，我和秦艺分别抱着一大捆植木，相对走近放在平地上，帮我放好，正准备继续去捡，秦艺突然拉住我，目光落在我小腿连着脚踝处，那里青红肿了一片，怎么弄的？是不是刚刚摔的时候扭到了？我活动了一下，摇摇头，不知道，也可能是被树枝之类划到的。秦艺不由分说的一把将我抱起，放我坐在石头上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自己捡就行了。我急了，这妥妥是被骂不体谅人，吸血秦艺的节奏啊！我挤出一个微笑，没事，我还能走。秦艺眼底黑的愈发浓郁，莫名让人心虚。他靠在我耳边轻语：白婉梦，你再这样，我就把你的真面目捅出来。虽然心里骂了10000遍，但我面上还是乖乖点了点头。好饭不吃，眼前亏啊！弹幕瞬间炸了，是我看错了吗？秦艺居然公主抱白婉梦，还挺好磕的，什么都磕，只会害了你。很明显，秦艺只是内心善良，换谁来都是这样的哈。没错没错，秦艺就是比较礼貌，关心别人。之前我们山宝在剧组生理期不舒服，还是秦艺亲自熬了红糖水送过去的呢。演播厅里，沈珊看着秦艺和我的亲密互动，挤出一个微笑。一哥就是很体贴人，白小姐真的是很有福气，能让一哥做这么多。弹幕果然又是一阵心疼沈珊的声音。旁边同为观察员的林佑秋表情有些奇怪，最后还是开口，他俩还没离婚呢，这也是正常的吧？弹幕明显少了一些，半天才继续讨论。难道只有我觉得林佑秋说的很对吗？人家白婉梦和秦艺还是夫妻呢，恩爱一下不可以吗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沈珊才是正室呢。大清都亡了多久了？
不过这些正常的讨论很快被水军淹没。秦毅用布条简单给我处理了一下伤口，左手拎着树枝捆，右手向我伸出，看看能走吗？我抓住他的手，下地走了几步，没有什么痛感，应该确实是被树枝划的，本来就没什么事，是你大惊小怪了。我嗔怪着秦毅，想把手收回来，却发现被握得死死的。没事就走吧。秦毅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一起上下学的日子。从幼儿园到小学，秦毅总是牵着我的手回家，也是这样的落日，他的手拉住我，背影被夕阳镀上一层金边，看得让人一时忘了呼吸。回到入屋，传出阵阵飘香。我顺着味道走进厨房，一入眼帘就是王小芝开着火添了几下锅，随后熟练地挖几勺调料撒入锅中，整个过程赏心悦目，一气呵成。相反，旁边的徐志手中拿着一只剃了毛的鸡，看上去有些束手无措，尴尬地扶了扶眼镜。我和秦毅相视一眼，适时开口：“徐老师，不然我来帮忙切吧。”徐志连连摆手：“不行不行，这多不好，我再试试看。”他左手拿起刀，思忖半天，为难着从哪个地方下手。王小芝看不下去了，招呼道：“小梦，你过来，帮我开下锅，我来处理这只鸡。”话音刚落，徐志立刻将手中的鸡递过去，紧接着用卫生纸擦手，笑道：“还得是你，一般人真做不来。”弹幕飘过，徐老师的气质真好啊，温润如玉，很像沉寂多年的知识分子，富有书卷气。没错，他的夫人也很温和，感觉这对很像相濡以沫的老夫妻，很温馨。夜幕降临，伴随着篝火的燃起，6位嘉宾围坐一处，气氛不冷不热，刚好舒服。简单的交谈后，了解到徐志果然是一名大学老师。一旁的蓝真真开玩笑：“难怪我一看就有种害怕的感觉，这就是老师的血脉压制吗？”徐志也感慨的笑：“当老师伴随了我的一生，这不最近要退休，我还有点舍不得呢。”看得出，徐志虽然上了年纪，却被照顾得很好，整个人神采奕奕，有种独特的气质。蓝真真有些好奇地问：“那您正好可以跟小芝姐去旅个游啥的，怎么会来这呢？”说到这里，徐志有些落寞地看向身边的爱人小芝：“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想离婚，我们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，这样下去不好吗？”王小芝只温和道：“老徐，我年纪大了，趁着我还能动，我想换种人生。”此刻弹幕各种声音交杂，说实话，我觉得王小芝有点不知好歹了。丈夫性格好，脾气好，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已经是多少人求不来的生活。换一种人生也不错，但是为什么要离婚呢？想离婚体验啥呀？我要是这么大年纪，我就洗洗睡了。火光噼里啪啦，蓝真真恰当的转移了话题。小芝姐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和文群就是考虑不周，当时认识3天就结婚，现在才发现生活频率不同。蓝真真是一名女制片人，一年365天，有360天都在忙忙碌碌。偶然遇到陈文群这个成熟稳重的男人，电光石火之间心动了，于是光速领证。婚后才发现稳重是他的优点，但也是他的缺点。我嫌他太慢，他嫌我太快。蓝真真故作轻松的感触，陈文群没说什么，默默点头后灌了一大口啤酒。我安慰道：“感情是需要磨合的，急不来。”蓝真真苦笑：“步伐不同，生活不到一起。去年的结婚纪念日，他会花10天半个月提前准备布置，可我直到前一晚才能确定自己明天的行程，很多事就错过了。”演播厅内，众人也讨论纷纷。沈山眼中闪着泪花，这样看来，其实有时候离开不是不爱，而是因为不想束缚你，才选择离婚。林佑秋却提出不同观点，说到底，爱这2个人没那么合适，同时也不愿意改变现状，最后只能逃避。弹幕除了夸沈山真性情的，也有支持林佑秋的。爱就是包容和改变啊，不可能一开始就完全合适的。楼上点了，喜欢是一种欣赏的态度，但是爱需要改变，不愿意改变就是不够爱。看着弹幕，沈山慢慢扬起微笑。林老师说的对，我想我们在爱情里都应该勇敢一点。弹幕一片刷刷刷，什么意思？山宝终于要表明心意了吗？不管，我磕的 CP 一定是真的。夜里风吹过有些凉，秦毅不知何时拿过来一条毛毯，不起眼的盖在我身上。弹幕瞬间炸了，我不管他们就是演的，这些本来是属于我的山宝。白晚梦这个小偷，我说你们沈山的粉丝真奇怪，秦毅好像从来没有官宣过沈山吧？不乏一个理智的网友考古我和秦毅的过往时，发现沈山作为常出现的绯闻女友，却从来没得到过秦毅的承认。眼尖的蓝真真酸溜溜的，哎呦，真甜蜜呀！小白，你离婚的话可真是亏了。我裹了裹毯子，一旁的秦毅解释，他这家伙挺麻烦的，一着凉就容易感冒发烧。好在大家都只是调侃的玩笑，紧接着又被其他的交谈岔过去了。徐老师，我看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，惹小智姐不高兴了，你好好想想。蓝真真说，徐志真的开始思考起来，可能他的人生课题里没遇到过这样困难的题目。王小智及时开口，我说真真，你和小珍好好聊聊，离婚要谨慎考虑的。蓝真真一脸死泼，姐，我爱就是爱，所以我选择结婚，但是感情被勉强，彼此都太累了。再说你也不劝劝小白，他离得更可惜。弹幕哈哈哈，大家在别人的感情里都是军师，在自己的感情里都是狗屎。我破防了，我和我闺蜜也是这样的。我说出了自己想离婚的理由，自己还年轻，想把很多精力放在事业上，就是想耽误秦毅。徐志有点愤铁不成钢，你们这些小孩啊，就不放的年轻为所欲为，婚姻岂是儿戏？秦毅点点头，附和道：“徐老师说的是，有时候我也觉得太儿戏了。”他是觉得当初结婚结的太儿戏吗？原来他也在后悔2年前对我说出结婚的提议，不知从哪里憋出一口气，闷在心里，如鲠在喉。我将毛毯放在椅子上，甚至忘了做表情管理，我有点累了，先休息去了。咚咚咚，秦毅推了一道门缝，声音带几分担忧：“你没事吧？感冒了吗？”节目组安排的男女分开住，秦毅只站在门口等我的回答。片刻后，我闷着声音：“没事，你该干嘛干嘛。”我甚至知道此刻观众铺天盖地都是骂我矫情的，但是我就是忍不住难过，就像看到哥哥沈山被舆论说成天造地设一对10一样。然过，正要继续被抓伤秋，我决定先生
厕所，喝饮料喝多了，一开门，门口人影一动，突然吓我一跳。秦毅，你怎么还在这？他像是听到什么刺耳的话，脸黑得跟锅底一样。你不想看到我吗？白婉梦，你就算要判我死刑，也得告诉我罪名吧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秦毅抓着我的手，猛地往前一拉，身体骤然贴近我，甚至能感受到他火热的胸膛和来自荷尔蒙的气息。另一只手贴上我的额头，还好没发烧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秦毅摸摸我的脸颊，没好好想想吧？想什么？我的大脑彻底宕机。我和秦毅除了四气之鸣，从来没做过一丝亲密的举动，这一下子属实是给我重动一击。我莫名其妙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弹幕同样莫名其妙。等等，只有我感觉秦影帝对白婉梦太上心了吗？这好像不是白婉梦死缠烂打吧？什么情况？我磕错了。最终我归因于秦毅犯神经病，气得在枕头上捶了2拳，一夜失眠。第二天天蒙蒙亮指，我走到沙滩，百无聊赖的踢沙子。死秦毅，发什么神经啊？凭你帅就可以吊着我吗？就在我以为无人在意的时候，远处草丛隐匿的摄像机红点一闪一闪，大多人都已进入梦乡，少数人进入直播间，只看到我身穿吊带白裙，海风卷起我的黑发。这姐是在干嘛？大半夜 cos 贞子吗？话说这画面好美，好有破碎感。死绿茶颜值还挺能打的，求睡群链接啊！秦毅的直播间也开始热闹起来，而我丝毫没有察觉，之前的节目都只在大家都在的时候直播，所以我理所当然的开始发疯啊！大海没有回答，无人在意，我大胆起来，黑粉们敢骂我，我打死你！背台词这么难，我打死你！天天控制体重，不能吃好吃的，我打死你！大海，你居然冷暴力我，我打死你！直播间满屏问号，不是姐们，你连大海也骂，这是天空一巴掌，大地一巴掌，路过的狗都得挨一巴掌啊！我喊得更起劲了，最后直接上头，秦毅我打，怎么你也想打死我？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秦毅的声音，我硬生生吞下去后半句话，有些尴尬无措的看着他，小没良心的，我对你这么好也要打我？秦毅把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肩膀上。昏暗的清晨，四周寂静，他的眼神温柔的能让人溺死在里面。我大声说：“秦毅，你对我太好，我也要捶你。”直播间什么鬼？怎么感觉有点甜？山宝家被偷了，楼上打住吧！都说了人家秦毅从来没有承认过沈山，别来刷存在感了吧？你懂什么？山宝他们都暗戳戳秀了多少恩爱了？不管怎么说，就是白婉梦插足他们的感情。看着太阳从海面一点点升起，我们坐下来，我说节目还有2天。秦毅嘞一声，过2天去扯离婚证。我问你很急吗？他的声音像是没变，可我熟悉他这种情绪，他在生气，生什么气？秦毅似乎认真起来。白婉梦，你怎么突然想离婚了？我对你很差吗？我想说，当然不是了，你对我很好，除了我爸妈以外，你在我生命中占的比重最大。从牙牙学语到学习，再到工作，总有你的影子。可我不能总依赖你啊！你身边以后会有你喜欢的女孩的。一想到这里，我有些酸涩，眼泪似乎在眼睛里打转。于是我装作凶巴巴的：“对啊，你总是凶我，一点也不好。”秦毅背过身去，声音平静无波：“是吗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？”他最后只留下越来越远的背影，所以我也没看到他转身后一滴一滴落下的泪。只有弹幕开始疯狂的活跃起来。不是我看错了吗？秦毅哭了。我去，老天爷，这秦毅是真的爱呀！白婉梦，你回头看啊，秦毅都快碎了，还说什么白婉梦倒贴，这分明是秦毅单相思啊，他超爱的。节目是全程收手机的，所以我和其他嘉宾并不知道网络风评的转变，一如既往的站在一起开始走流程。导演昨日大家齐心协力在小屋内度过了美好的一天。今天在节目开始前，我们收集了一些观众的问题给每对夫妻。首先问题给到王小芝，在大多数人眼中，你们是一对白头到老的神仙眷侣，你们之间没有争吵，没有矛盾，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？王小芝的头发梳得板板正正，银发已经冒出很多，在阳光下折射出光。我们结婚也有40年了，如今我已经60岁了。一旁的徐志眼镜下似乎也有湿润的光，携手半生，他很知足妻子的陪伴。王小芝也望向徐志，继续道：20岁家里人安排相亲，你是大学生，有前途，大家都觉得很合适，说我占了便宜，我也一直觉得我捡了天大的便宜，于是我听所有人的，为你生儿育女，为你做一个贤妻良母。直到那天，我翻出了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。我嫁给你的时候，我说我也想考大学，你明明答应我了，可当我真的被录取，你却藏起了我的录取通知书。徐志的眼神瞬间变得慌乱，有些手足无措。不是这样的，小芝，我是想给你的，但是我们的孩子还小，我想找个合适的时机。王小芝有些嘲讽的笑，是啊，孩子太小，需要我孩子上学了，你又进大学工作，家里太忙也需要我操劳，你爸妈生病又需要我照顾，现在孩子们结婚了，我马上又要带孙子孙女了，你说什么时候合适呢？此刻弹幕的注意力都在这对老夫妻身上。天啊，没想到徐志这样做，要是我就恨死他了。虽然徐志这样做过分了些，但是女人相夫教子本来就是应该的。楼上的是没脑子吧？女人凭什么就得一辈子围着家庭转？海风吹过，静谧无声。王小芝擦了擦眼泪，老徐，我不恨你，你给了我一个家，你对得起这个家庭，可是我不想留下来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轮到蓝真真夫妻时，他们面对提问更加坦然。本来我们还有些顾虑，就这样分开是不是太遗憾？但是看了小芝姐，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先找到自己，再讨论婚姻。最终的提问面向我，与秦毅网友问，为什么白婉梦说秦毅总是态度不好，是否因此导致感情破裂？我和秦毅一头雾水。导演善解人意的提示，就是今早你们在聊天的时候，我们还在直播哟，早上还在直播，晴天霹雳，雷声滚滚，我被劈得7荤8素，那我的形象，我的人设全塌了。秦毅率先反应过来，双手一摊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态度不好，凶他，以至于他耿耿于怀这么久。
我抓紧时间绞尽脑汁，费尽思考啊！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跟着你玩，你二话不说就打我屁股。直播间的网友煞有其事讨论起来，小孩子最要面子了，这样确实不太好。没想到秦毅从小就打人，难道他真的有暴力倾向？秦毅想了一下，一拍手，我记起来了，那天你摔了个屁股墩，身上穿的是你妈刚买的衣服，你哭着说害怕你妈骂你，我才给你拍屁股上的灰尘。啊，是这样吗？我又开始头脑风暴。等等，还有，你记得吗？上学的时候你骂我蠢货，嫌我跟你跟得紧。秦毅冷笑，没错，是我骂的。直播间又热闹起来，看来这次是真的，这不就是典型的语言暴力吗？秦毅接着说，那天我过马路，你跟着我，连路都没看，差点被车撞到。哎，等等，我大喊，运动会那天你让我离你远点，不让我靠你太近来着。秦毅无奈，那天我刚跑完步，身上都是汗，我怕弄脏你。此刻网友炸开了锅，白婉梦，你敢耍俺们？白婉梦去当外交官，两国3分钟就得开战。秦毅，你就惯着他吧。我不服，但是最终在秦毅的目光下，只能弱弱的辩解。最后一句，你还说我脑子有毛病，声音太轻，大家都没听清，就当翻篇了。导演又面对秦毅，声音带着同情。我们都知道秦影帝是被冤枉的了，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秦毅，请苍天见证。中间导演拿出秦毅的手机，展现出我们的聊天界面。他发美食，我回排泄物打码，谢谢。我发美照，他回刚刚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看了一眼吐出来，说不多了。诸如此类的聊天界面太多了，足足展示了5分钟。网友白婉梦，原来你小嘴这么带劲啊！我一直以为你是窝囊柔弱小白花呢。你俩不能亲嘴，不然会被对方毒死。主播求刻薄教程，我已社死。在场的嘉宾也足足安静了半天，最终蓝真真艰难开口。好有趣的聊天方式。导演再次开口，今天面对大家的倾诉，我们特地请来了2位观察嘉宾。说罢，沈珊与林佑秋出场。前者身着白色连衣裙，带着温柔的笑容。观众朋友们好，我是沈珊。弹幕瞬间刷屏啊，宝宝你好美！所有人退后，唯一纯白的茉莉花来了。没人发现山宝在悄悄看秦毅吗？磕死我了！沈珊抬脚向我和秦毅走来，突然林佑秋一拉，哎，沈珊，我们观察嘉宾站这里，那边是夫妻的站位。沈珊的表情僵硬一瞬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注意。林佑秋挠挠脑袋，昨天导演不是说好几遍位置吗？那你还是去后面的流程吧。哈哈，漂亮！林佑秋不愧是娱乐圈出名的直肠子。沈珊粉丝还在找补，不，我们珊珊只是不小心走错了，没必要上纲上线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沈珊和秦毅的双向奔赴真的很美好啊！双向奔赴，楼上别自欺欺人了。秦毅明显喜欢的是白婉梦啊，各家吵得不可开交。导演见热度上涨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接下来，请3对夫妻踏上寻找记忆之旅。我们收集到3张照片，请你们寻找类似的场景，由观察嘉宾拍下照片。导演展示出3张照片，王小志夫妇的是一张儿女围坐在饭桌前，全家团圆的照片；蓝真真夫妇的则是陈文群手工雕刻木头心送给一脸娇羞的蓝真真。我与秦毅的则是在一个学校礼堂，秦毅在背后弹奏钢琴，我在台前拿着话筒唱歌。看得出节目组确实下了功夫，这么陈旧的照片都能从我们高中的学校官网翻出来。还记得当时似乎是为了艺术节，我们2个总聚在一起排练。当时我在日记里写，秦毅弹钢琴的时候，台上的光落在他身上，我想我这辈子也找不到第2个像秦毅这么对我胃口的人了。我没开玩笑，青涩却挺拔如松柏的少年，修长的手指在琴键上弹奏，一声一声，或许从那时候也弹动了我的心。今天一天的任务需要我们独立完成，意味着中午的饭也得自己想办法。正当我们犯愁时，王小芝突然开口：“你们急吗？不急的话，等下吃完饭再走吧。”我与秦毅只需要借身校服，找个校园，而蓝真真的更简单，只需要陈文群雕刻木头心。于是我们齐齐点头。节目组为王小芝一对请来了他们的儿女，作为拍摄照片的特殊嘉宾。儿子在屋外语重心长对徐志说：“爸，这件事你该早点和我们说的。”徐志叹了口气：“我想过了，如果你妈还是想上大学，我会帮她想办法的。现在政策很多，对年纪大的人也很友好。”我觉得让妈圆了梦，她也就不闹离婚了。一把年纪了还离婚，多丢人。屋内，王小芝拒绝了我们所有人的帮忙，坚持独立完成这顿饭。女儿在一旁哽咽道：“妈，这些年辛苦你了，我生下你们养育你们是我的义务，况且我的女儿这么懂事，我不后悔。”王小芝笑着看向女儿，善解人意的开口：“其实携手相伴到如今不容易，互相扶持组建家庭，或许可以多为孩子想想呢。”沈珊插话道。还不等王小芝开口，她女儿就狠狠地说：“没事，妈，离婚就离婚。你从小就教我女孩子要努力学习，自立自强。如果我的丈夫剥夺了我的权利，我也会离婚的。妈，别怕，我支持你。”王小芝张了张口，最终没说出来什么，只有眼角落下2滴泪。